南君说的是，这里的土质确实适宜建房，而且离着永宁渠又近，到时候引水修渠、建立堤坝，还能用于灌溉，确实是宜居之地。魏良、魏徐、魏潇，你们3个带人去找些木材和石料来。是。魏朵，来，你去趟盘驿，安排一下修缮水利的事儿，还有把杨峰那本书拿来啊。是。我们的行程又要耽搁几日，不过等这些流民安顿了，我们就可以回豫剧了。好。南君的剑伤还没完全痊愈，辛苦你了。我的伤倒无大碍，只是眼下帮他们引水才是最关键的。我之前听你说过，这水利工事门道很多，比如说，像天气是晴是雨、是冷是暖，都会耽误工事的进展。是。那之前你们燕州是如何预测天气的？观云向西下。哦。唉，可惜啊，我不懂这些。女君可懂？略懂一些。那太好了。我打算帮他们重建家园，但是害怕工事进展慢，耽误我们的行程。我看此处地势很高，尤胜观星台。不知女君今晚是否愿意教我观星？我同南君一样悠闲，只是我会的那些确实只是一些皮毛，没有杨公擅长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找一位将军去把杨公请来，我们3个一同去。不方便，我的人都出去办差了，哪有人请什么杨凤啊？啊，主要是我怕我看的不准，到时候耽误了南君。你误我的可不止这一星半点，还差这个。那我只能从命了。阿慈，伯母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休息？我担心你趁夜出城去。伯母，这是什么话？我白天说那番话，只是为了吓吓伯父。我又怎会一个人到处乱走，叫你们担心呢？若你沿着官道，带着文书，有人马护送去往伯牙，倒也不让人那么担心。啊？嗯。这儿视野不错，倒也是清静啊。是呀，因为杨凤不在。今天晚上没有星星。哎，你今天换了根柴子？你发现了？对啊。昨日我以为你被人掳走之时，找到你的时候，把你从上到下好好打量了一遍。昨天那只钗子上面有朵兰花，今日的没有。南君不妨看看背面，我只是翻了个面儿带。
我昨日寻你心切，所有的心思都在你身上，没发现也是人之常情。谢南君把我放在心上。其实，昨天我以为你被人掳走之时，我心里是有些怕的。我怕你像祖父、父亲、兄长那样，就突然离开我。其实你很好，而且我也从未如此欣赏过一位女子。我原本想着娶就娶了，但日后与你相处，却多了些细腻心思。我是怕自己深陷其中，最后不得善果。我本也是这样，嫁就嫁了，没有那么多细腻心思。可我倾慕南君心怀天下，愿意为了修娶一事，放下乔魏两家之仇。如今又愿意接纳流民，好啊，以后啊，再也不用到处流浪了，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。这2日见这些流民受苦，我不禁感叹，两州为了争夺水源，遭殃的是无辜百姓。所以我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各部族能通过一条命脉连接起来，停止战乱。可我不知道这个愿望是否能够达成。天下纷争已久，若是想成大业，难免以战止战。如果燕州肯收留这些难民，他们又怎么遇到我们？南君是怕有朝一日，你我也会站在对立面上。我是怕眼前的安宁不能长久。哪怕只是眼前片刻的安宁，只要用心，就能延续数代。我发下宏愿，愿以人臣之心追随南君。不管以后是安宁还是乱世，我都忠诚以待，不离不弃。乔氏愿辅佐南君完成修娶大计，图面困难，水通八方，平息兵祸，以真诚消弭仇恨，换天下太平。你怎么不看着点阿慈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孩子大了，又是和嫂嫂一起走的，我怎么看得住？这孩子性子刚烈，不服管教。儿大不由爹了。若父亲还在，
反对你寻遍天下美女，你听是不听？若父亲都管不得你，你又如何管阿慈？他带了多少钱财走的？小郎君带了不少细软，尽够他花用了。可带了趁手的兵器？带了平日习练的银枪，还有兵短剑。是否有人护送啊？有贴身禁卫跟着。可知他去了何处？带着郡守的文书，去往博雅了。文书？这哪里是离家出走，这是外出访亲去了。外祖母，外祖母，仲林和弟妹回来了。祖母，荣郡之事进行的顺利吗？还算顺利，而且牌意里面有阳凤相助，修许一事应该无虞了。那就好。一路上你陪他风餐露宿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都坐下吧。谢祖母。看茶。是。钟林，在外吃食不如在家中。明日到我这里，给你准备美酒佳肴，为你接风洗尘。好啊。南君伤刚好，能喝酒了吗？你受伤了？哦，一点小伤，已无大碍。我这2天活动了一下，已无大碍，没事儿。祖母，我们从荣郡给你带回来一些特产，我和小桃去给你拿过来。好。钟林，弟妹对你很是体贴。是啊，女君心思的确细腻，心思细也要用在你身上才行啊。她的心思啊，都放在魏国百姓身上了。那叫爱屋及乌。我看弟妹是真心爱护你。什么真不真心的？我只是看她有点小聪明，所以试试听她2句罢了。不过我堂堂一方诸侯，怎会把儿女情长天天挂在心上？对呀，男子气概，对吧？是。那女君多陪祖母聊聊天儿。祖母，孙儿刚回来，还得去跟母亲问安呢，我就先告退了。你先去忙。是。钟林，钟林，外祖母，钟林，夫人，南君来看您了。哎呦，钟林来了。母亲，你今日怎么有时间来看母亲了？啊，这是从荣郡带回来的果子，还有些首饰，特意来看看你。哎呀，你若是忙，就不用来看我了。这卖种一事，都怨母亲，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。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快坐。尝尝这果子。这些首饰呢，都是乔氏特地给您挑选的。这个果子也太纯了。您看这钗子，怎么样？娘。您怎么哭了？您也别太难过了。这卖种一事，的确是您糊涂了，但我明白，你心里是放不下长兄和父亲。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我总暗地里埋怨您一直记挂着逝去的人，却忽略了我。但我又何尝不是忽略了您的感受，让你只能把心事与旁人诉说。钟林啊，
母亲不想让你夹在我跟他之间左右为难，所以这个儿媳呀，我认下了。我认下这儿媳不难，我只是担心你。你说这巧女能言善辩，我怕你弄不过她。哎呀，你的日子还得你自己过得舒坦，就是千万一定要想得住她，别被她拿捏了啊！这莫非你已经无法自拔了？啊，没有，今天我是来看你们的，咱就不提挑事了。你看看你，分明就是喜欢上人家了。尝尝这果子，这果子好吃吗？我上午还给祖母送去一份呢。好吃，你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娘，这也太酸了吧！我儿送的果子都是甜的，你看。南娟回来啦。你今日让我送这个酸果是何用意啊？啊，果子酸吗？那你尝尝。我从小骄纵，小的时候受了委屈，便会在伯母怀里大哭一场，告诉她我所求。南君性子硬，想必也从来没有跟婆母这样过。婆母也是一个耿直的人，但总要有一方柔软下来，另外一方才能温和些。你能如此用心，我是感激的。不过就是像南君跟祖母说的，会耍点小聪明罢了。我说感激你，没有鄙夷之意。我知道，南君向来爱说反话。你舟车劳顿了一路，今天一天又脚没沾地，我差人去给你备下浴桶，解解乏。好。这莫非你已经无法自拔了？你看看你，分明就是喜欢上人家了。祖父，父亲，长兄，你们是怪我对巧氏动心了。长兄，祖母要我放下仇恨，与他好好相守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我能做到吗？此次出游，得一新城，名曰雍宁。这雍宁百姓虽不是魏国人，但我们既然收留了他们，就要对待他们像自家百姓一样，明白吗？是。如今因为战乱受苦的百姓成千上万，我们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所以，我有一个心愿，希望大伙儿帮我一块儿完成。我想从盘邑为起点，往各州、郡、县修通水渠，这样天下人就不用再为争夺水源而战争，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。
主公英明，此举必将造福天下苍生。主公爱民之心日月可见，只是水源之争不过是个由头，各家争斗历史由来已久，平定兵祸未必如此简单。这便是主公的深意了。平定天下可文可武，修渠此举是效仿乔魏两家结盟，以文的方式避免动武罢了。只是各家势力也未必都赞同啊。所以我与你军商议，要举办一届陆离大会，到时候要各路群雄前来，共商修渠大计，再用其中利益关系游说各方，号召协同合作。虽然此事并不着急，但也要提前准备，所以就劳烦先生拟出邀请名单，再交由女军主理。是。女军，这女军只是去了趟荣军而已，回来就插手政务了。哎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存在插手。哎，为何不陪我去罗中坊？啊，非要在家里喝？这哪有君侯刚归国就去喝花酒的呀？那君侯回复几日，才能够陪我去喝花酒啊？几日都不行。钟离，你是怕弟妹吧？我怕她？开玩笑。怕又何妨？我很羡慕，我身边就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你呀，要是真能踏实下来，这最好的婚事，祖母也听你说的。这能娶到一门好的亲事，不是一件容易事啊。这人与人之间，有举案齐眉、相敬如宾的，也有相濡以沫、情投意合的。那既然你这么懂，我就跟你请教个问题吧。我能否对乔氏动心啊？不能啊！乔家害我族人，你我从小便体会丧亲之痛。这我都知道，但那一切都是他祖父的决定。如果你我二人跟他交换的话，也会同样为难的。但是他借你夺取伯牙、牵制盘邑之事，是事实吧？那个时候我们二人在博弈当中，自然都会有留手啊。那现在你看他，帮我修复永宁渠，而且把杨凤调给我，这就说明人对我没有私心。可乔家人呢？世人皆知，冷若冰霜。以你的性子，你得把自己给焚了，才能够捂得他们3000尺寒。这话你还真说错了。他心思热络，真心待我，并非你说的那样冷情冷意。嘿，我看你是离不开他了，还问我作何？你呀，动了情愫，却还有孝心，这样一来，只会让你自己难过。看，开屏了，你还不如他来的真情。时君，妾给您做了醒酒的汤。醉人的不是酒，是情。蓝云，已来。使君兴起，是要做什么？你听过虞山神女的故事吗？妾才学浅薄，未曾听过的。以困顿书生误入深林，辗转进一开阔处，偶遇神女出浴，缥缈摇摆，美不胜收。
一句花丛，一动草枯。虎兔和睦，日月同出。这书生心生爱慕，欲奔赴向前，又恐出之不及，进退两难。感情之事啊，最怕的是瞻前顾后，思虑太多，不肆意，不洒脱，不简单，不快活。使君怎么不画了？这《虞山神女图》缺了一张脸，便不完整了。我心中又无神女，怎知神女什么样子？你呀，动了情愫，却还有孝心，这样一来，只会让你自己难过。南君回来了。啊，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哎，没事，喝了点酒。哦，那你拿这个暖暖手。这几日衙署公务繁忙，我得去衙署住一段日子。你一会儿吩咐人帮我收拾些东西。可衙署诗函，非得要去吗？我先帮南君宽衣吧。这次去要住几日啊？就先住3日吧。哦，那我差人去办。好。哎，抱歉，我今天有点喝多了。现在有点醉了。那要不要我吩咐人去烧些热水给南君解乏？不必了。我今日就去衙署睡。早点歇息。主公，一时之夜深，将我们几个唤来，要是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，
您看这更深夜重，要不您就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叫你们来，当然是有事儿啊。是。主公，有事儿的话你就赶紧问嘛。啊，我是想说呀，这个燕州啊，太平。不是，边州刚死。哦，对，耀州。耀州是出了个美人，那主公问的肯定不是这个嘛。其实我是想说啊，这梁牙国呀，主公要打梁牙国了？不是打梁牙国。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呢，他们都会来参加这个陆离大会，所以咱们得提前准备起来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这倒是一件要紧的事儿。是很要紧。包括啊，这个选址，还有接待，一样都不能松懈，啊，这个一定得当回事儿。是。哎，不是，先生，我突然又想起来，我已经很久没去府上去探望师母了。这样，我再去做个1时半刻，啊，行，就这么定了。他走。走。哎，主公如此用功，竟是为了陆离大会连夜赶回衙署的啊！这虽然是要事，但也不急于一时吧。陆离大会不是明年开春吗？许是跟女军闹别扭了，要不找史君聊一聊？史君没空，最近在罗中坊招揽一帮九娘画画呢。走。女君，这些衣服3日够用了吧？够了，装进去吧。女君，那这些我就先替南君送回去了。好。这刚回来几日，又要住出去，南君怎么阴晴不定的？他想要好好想想，也未必是件坏事。女君现在说话，我是越来越听不懂了。明明南君处处违心，女君却还顺着他。连你都看出来他违心了，我急什么呀？他想他的，我去做些我该做的事儿。仲林又闹什么脾气啊？跑到衙署去住了。可怜乔氏，又独守空房。您现在呀，是一心想着女君。我现在知道，仲林是什么毛病了。他躲着乔氏，说明他开始喜欢她了。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。人呐，就是得放过自己。你看看朱氏，她日子过得多难呢。太夫人，女君求见。哦，快让她进来。是。最近南君公事繁忙，孙喜也不想闲着。祖母还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孙喜去做？有，仲离要开陆离大会，我想直接把城中教场改成陆离台，需要有人装修一番。你可以胜任此事吗？孙喜愿意试一试。我来给你安排人手。谢祖母。但孙喜还有一个想法。说。陆离大会要遍邀天下群雄，共议修渠一事。此等盛事在筹备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寻人作赋，为其造势啊？一来可以遍告天下南君所图，二来可以让这些群雄共享盛名，到时候他们自然难以拒远。好极了，就照这样去做吧。孙喜定当竭尽全力。去告诉仲林，陆离台的事啊，我已经交给乔氏了。
我看重你还怎么夺？谁说我离不开他？我看这衙署可比家里好多了，起码自在。南君，睡前喝点热姜汤，身子暖些。安排的越来越好了。南君昨夜住的舒服就好，今晚的菜肴我已经让厨房备下了，一会儿你给他拿过去。要是缺些什么，去买或者回来取都可以。缺钱的话就去找小桃支。多谢女君体贴南君，我一定把南君照顾的像在家里一样。女君是想让南君乐不思蜀啊？哪有那么多心思啊？只是想让他住得舒服些罢了。陪我去趟陆离台吧。南君若是头疼困倦，用这凉油提神即可。南君可是饿了？你最近怎么跟开窍了一样，如此体贴啊？家里厨房做的，南君一定吃得惯。这谁准备的？当然是女君呀。女君？那这凉油呢？女君呀。手炉呢？女君呀。那我昨儿夸你的时候，你笑什么呀？你夸的不是女君吗？我这身在衙署，但却还在网中啊。南君又不喜欢，我们去重新准备。啊，不必，凑合吃一口吧。那这女君这2日都在做什么呀？女君除了每日吩咐奴照看南君事务，还要忙着陆离台整修事情。听说为了帮陆离大会扩大声势、作赋传唱，着急找人呢。你知不知道有一位名士，善作赋，而且很有才华，名曰高恒啊？枕石先生高恒，名震冀州，仰慕之人不知凡几。这天啊，说变就变，一下子就变了。是啊，南君还要在衙署住，你赶紧给他多备些衣服，给他送过去吧。是，知道女君心疼南君，你手上忙着，嘴也不闲着。你把那暖炉也给他多带一个吧。你小心点儿，那是南君的心爱之物。这匣子你不能碰。那玉楼夫人跟南君，那可是义不亲的。小枣，南君身上的那块玉佩，玉楼夫人好像也有一个。之前小桃不还说过，玉楼夫人与魏佳义过亲？不过女君别担心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就怕没过去啊。这是丹君的点心。正是。你给我准备这点心干嘛？女君安排的，说南君一定喜欢。我一定喜欢。收了吧，我不喜欢吃。是。我手炉呢？手炉收回府里了。收回府里了？女君说，衙署是用功的地方，不能搞得像在家里一样舒服。
耽误南军用功。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可我今天还在别人面前夸他照顾的无微不至。不是他说拿你就拿走啊？你到底是谁的人呢？给我要回来！奴这就去。哎，等等，这天色已晚，别打扰他休息了。没人再说。是。这盒子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女军送来的，说是南军的心爱之物，还是贴身保管为好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二郎，答应哥哥2件事，以后不要相信乔家人。替我照顾好他。你呀，动了情愫，却还有孝心，这样一来，只会让你自己难过。明日去找一些酒娘，要与这神女体态神韵相似呢。是。南军怎么回来了？哦，衙署失朝，头疼症发了，所以今日我就回寝屋睡。都依南军。这忙活什么呢？修枕头啊。那正好，我试试。我头疼。我也是。我先说。南军，这盒子里面是我祖父、父亲和长兄的遗物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擅作主张。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这个玉佩其实是一半儿。
我长兄临终前，将他一分为二，并且嘱托我要将另一半送给玉楼夫人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议过亲。我长兄自小武艺超群，被称之为天选家主。之后就随祖父一路征战，从无败绩。但直到新都之战，他也始终是母亲跟我心里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。所以从小我就规训我自己，长大以后要成为像长兄一样的人，勇敢、善良、有担当。可不知今时今日，我在母亲心里是否能与他相交？南君是魏家最好的家主。长兄临终前让我答应他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要我替他照顾好玉楼夫人。这第2件事我没能做到。你可有小字？这小字叫满满。